从这一单元开始，我们要来介绍 CSS3 的选择器，就所谓 Selector。其实主要就是用来从网页中选择你想要设定样式的一些 HTML 元素而选择完以后呢，你从整个网页有非常多的东西啊，你选完以后，再针对你所满足条件的那一些做样式的设定。所以一般来说呢，大概我们前面有用过的一些方法，我大概稍微已经有用一些方法再简单的选取这里也更详细来讨论这个部分前面当然我们看过，大概比如像用 tag比如说像什么 H1 啊、P 啊、div 啊这种东西去选，还有用 ID 或者用 class 的方式甚至呢会用 type比如它是 button 或者 checkbox之类的，还有根据它的属性诸如此类很多的方法所以这边我们就详细来介绍Selector 它有非常多的变化好，首先一开始的第一个例子主要是用元素的一个名称比如像这里有个 P 还有个 div 根据这个去选完以后呢，选到 P 选到 div 再去对它做样式的设定我们直接用例子来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一个状况在这边看到了，你会发现这里有两个东西两行字这里一个是看到的是背景颜色是有一点橘色的，它字是白色，另外背景颜色是黄色，它字是蓝色，所以它分别是 P 跟 div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 F12 来看F12 来看这边就很清楚比如像我点了 FP， 现在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白色它是橘色的一个部分背景色是橘色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勾选掉你会发现勾选掉它就变这样所以这个就可以利用 F12 去做一些临时性的切换再看看你觉得样式怎么样比较好。当然呢，也可以从这边来做设定这边改直接从这边改比如说我们这边直接改成红色 OK 它就变红色的字这个都可以的当然你这个是有点预览的效果看到这个效果会觉得喜欢，再回去程式码里面去改好，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 div 一样，这里有个蓝色跟一个蓝色的字体颜色，还有黄色的背景颜色，同样一样可以从这边来做切换的部分所以第一个就是很单纯的，它其实就是用元素名称去做选取第二个呢其实一样用元素名称，但是它是群组，也就是说我今天可能也许有好几个，同时有好几个它样式都设一样，譬如说这里有看到 H1 啊 P 啊 div 啊，所以我这三种要一次大家样式要一样，我就可以用这样一群同一个群组的方式写再往下可以看到某个指定的 ID 譬如说我针对 ID 等于 myDiv 的注意到这个 ID 这边就要下井字号，好，这设定它的样式我们直接用来一样用这边程式码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好，程式码那我们看到的部分呢其实主要这边大概结果是这样这里有看到结果大概是这个样子好，你会发现呢这里三个都一模一样的样式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分别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H1， 这个是 H1， 第二个是 P， 第三个是 div， 所以不管是 H1 也好，是 div P 也好 div 也好，都是一样样式就是这边所谈的部分所以这个 H1 P div 好当然你这边呢，其实它既然是大家套用同样式，我可以临时从这边，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搞勾取消，三个就全部取消了这个取消就变这样所以大概是只要一切换，它全部套用这个样式全部都会重新来变更样式当然最下面这个一样，它是 color color 是蓝色这字体颜色是蓝色，它背景是黄色一样可以从这边来切换这都可以的好，我们这边有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大家仔细看，我在取消掉以后呢，为什么它是橘色的为什么是橘色？你会发现怪怪的，为什么不是空白？原因在哪里？因为本身这个也是 div
本身这个也是 DIV， 所以 DIV 呢，它在上面这个样式设定里面呢，这上面这个样式设定里面呢 ，DIV 应该是背景色是橘色，为什么会变黄色？因为后面这个就会把这个设定覆盖掉，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两个 DIV，所以一开始呢，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它是橘色，但是一执行到这边以后，它发现它自己本身又有特别的设定，黄色的背景色，所以它会把这个 orange 把它覆盖掉所以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的话，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你会发现它有个奇特点这个地方，你发现这边这两个被拿掉了，发现吗？这两个线被划掉，什么意思呢？就针对这个而言，它本身呢有这个样式设定，有这个样式设定，但是这个样式设定呢被后来的样式设定覆盖掉，所以它就画删除线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好，我们再往前来看一下，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所谓的 class 的部分这 class 基本上这只要 class 这边就是用一个点的方式去做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发现如果有时候针对一些特定的一个部分特定，比如说我 class 有可能很多地方都这个 class， 但是我要针对什么？我要针对那一种 DIV 底下的这种 class， 我就会写 DIV 点，有个点我们直接用范例来看可能会比较快范例这边看到的是这样的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呢这里有几个东西呢？这里首先看到这个是第一个是 P， 第二个是 DIV， 第三个是 H1 这是 H1， 在第四个是 DIV， 所以这里第二个跟第四个是 DIV， 最上面是 P 好有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个 P， 还有这个 DIV DIV， 但是呢这个 myClass 呢它是白色字跟橘色背景，所以呢只要 myClass 全部都会套用这两个样式，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myClass， 这两个是 myStyle， 有没有所以这两个 myClass 呢它同时会套用这两个样式，这没问题就会看到上面这个部分，上面这两个部分但是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里有 myStyle， 这里有 myStyle， 对不对？两个都是 myStyle， 但是为什么这个没有作用？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蓝色的字跟黄色的背景蓝色字跟黄色的背景这个蓝色字跟黄色的背景呢，基本上来讲只有上面这个有作用，下面这个有作用，上面没作用。为什么？因为它特别指明说这个 myStyle 是必须是 DIV 底下的 myStyle， OK DIV 底下，所以呢你会发现 DIV 底下的 myStyle 就变成 DIV 点，所以这里才有作用它锁定一定要 DIV 底下 myStyle， 这个 H1 底下 myStyle 就不能有作用，所以这里就没作用 OK。同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样，这个上面明白这个 myStyle这个大概是 myStyle 在这边这边呢这个 myClass 对它没作用，因为它这个class 名称不一样，class 名称跟 class 名称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没有作用的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块的部分好，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这里有个星号星号指的是所有的另外如果这个的话表示整个网页但是这里还有一个 DIV 空格，注意到这个有个空格DIV 空白这个星号表示是 DIV 里面的所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样式好，这里有个 P 有个 DIV 没错吧所以当它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的都是绿色的好，我们直接看执行结果会比较快执行结果你会发现它在上全部都是绿色字这很清楚但是针对这几个为什么会有一个pink 这个粉色有一点点粉色的一个背景色，原因在哪里？因为它这三个 H1 H3 P 全部在 DIV 里面，
所以这3个全部都是包含在 div 里面，所以 div 里面的空白的星号，也就是这 div 里面的所有的全部都会背景颜色是 pink， 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哈。好，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这里也可以看到element 逗号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刚刚的群组哈。如果仔细看的话，这里为什么要重复再讲一次？因为我们这里会介绍几个东西，一个是逗号，一个空白，往后呢还有其他大于加法甚至于这个毛号虫符号好，你要发现这几个东西呢，我们为什么这边特别把这个东西再拿来讲？这个很像是什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前面的地方很像这里群组的概念 ，OK， 为了跟其他做区隔，所以这里再重复的讲一次，所以这里其实很容易懂就是 div 跟 h1 是红色。另外呢，这边空白意思表示是什么？表示这里面第一个元素底下的 P， 其实就刚刚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所以表示是 div 里面的所有的 P。好，我们直接用范例来看一样就会比较清楚。这个范例呢，你会发现它呈现结果是这样它怎么去看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呢，它一开始跟你讲说 div 跟 h1， 所以这里有什么？有 div， 有 h1， 所以这 h1 第一个红色的字 ，div 呢，这整个也是红色字，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是红色字，这个是红色字这个没有，为什么这个没有？这是 P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是 P， 这个地方是 P，OK， 所以它没有红色字，为什么？因为我只有 div 跟 h1， 所以 P 就不改变。好，接下来这里有一个 P， 为什么这些 P 会改变？因为它是在 div 里面的所以 div 里面的 P 就有一个背景色 ，OK， 背景色你要发现 div 里面呢，这里有2个东西，有 H3 跟 P， 但是这个 H3 是没有背景色的，为什么？因为它特别指明说是 div 里面的 P， 所以这个才有背景色是这样是那个这个有点浅绿色这个东西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里就没有这个是什么？自己看一下，这个是 H3， 所以 H3 是没有的但是 P 是有的背景色，这是 P， 这是 H3 所以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好，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下，如果遇到大于什么意思？大于表示是它的负元素是 div， 也就是说这个必须怎么样？它的负元素就这个也就是说 P 是它的下一层为什么这样说呢？ P 我们可以等一下看一下，有可能好几层好，第二个加法呢？加法指的是紧接着 div， 在 div 之后，注意到紧接着在 div 之后，跟刚刚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是 P 要在它里面，但是这个是在它后面它是紧接着它之后，不是在里面所以这2个注意它完全不一样好，我们直接用范例来看我们就会清楚了这个范例你会发现用这样的一个结果很奇特来看一下，这里有个 H1， OK， 这里有个 H1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div 的 H1 代表加法 H1， 代表说这个 H1 必须在 div 的后面，它才会背景色是 pink， 但是这个在 div 的前面，所以它不会有背景色。但这个呢，在 div 的后面，所以它这个会有背景色。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背景色，这里没有背景色，这里 H1， 这里也是 H1，因为它在 div 的前面 ，OK， 就这个，OK， 好，再来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讲到 div 里面的 P，div 里面的 P 这个，所以这个地方会有蓝色的，蓝色 ，OK， 如果我们再写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假设我们这里在一个section 好了，好，这里一样，这是第2层，好，我们来看一下状况是怎样你看这第2层是什么？
它是没有变色的，大家仔细看，它是没有变蓝色的，这个有蓝色，这个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哎，这个 div 里面的 p， 这里面有 p， 但是这个里面又下一层了，这是 div 底下的 section 底下的 p， 所以不符合这个条件。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拿掉，大家看一下，很神奇，这两个都有变色，有注意到吗？这两个都有变色，都是蓝色，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刚刚前一页的简报档，如果我们看前一页的简报档，前一页简报档有个东西叫做这个地方空白，空白指的是什么？几层都可以，它只要是他的儿子、孙子什么好几代的都可以，所以空白的话，它就会可以好几层，但是你只要写一个大于，它就只能跟它相差一层，它是父亲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是空白的时候，这个 P 是在 div 的第一层，这个 P 呢是 div 的第一层、第二层，它在第二层，所以这个 P 跟这个 P 都会被影响到，这是用空白。但是如果大于呢，大于它就只会影响到 div 底下下一层所以像这个就这个结果这个就没影响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一页这一页有个毛筒符号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对于有 P 在它前面的一样是它是在它的后面，但是呢它必须有相同的父亲，这两个必须有相同父亲而且 P 是放在它前面它才会有作用。好，我们用范例直接看会比较清楚这个范例你会发现它就是结果就是这样很奇特这里有一个东西，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这其实有3个 UL， 一个 UL， 2个 UL， 3个 UL， OK， 但是这个为什么没有反应？为什么这两个有反应？可以看一下程式嘛你发现这里 div 我们刚刚讲的是 P 前面UL 前面有 P， 所以你如果看这个来看，这个UL P 是在它前面，没错 ，P 在它前面，而且他们他跟他这两个，这个跟这个他同样有一个父亲，这父亲是一样的如果我把它缩起来看，这个就更清楚了这个一个 P， 一个 UL， 一个 H3， 一个 UL， 所以其实就着这两个而言，他们都是相同的父亲这个是不是相同的父亲？是，虽然它在好几个后面排好几个后面，对不对？但是好几个后面呢，你会发现这里怎么样？这个地方跟他是同样的父亲，都是他虽然他这个有点，这几个都是兄弟有点概念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是同一个父亲嘛，所以他跟他还有他也叫 P、UL、H3 还有 UL 这几个都是兄弟而且呢，这个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老三这是老四类似所以这两个 UL 都跟他是跟这 P 都同一个父亲，所以两个都会受影响，但是就这个来讲呢，不是了。这个你看，这 P 在这里 ，P 的父亲是这个，但是呢 ，UL 其实说穿了 ，UL 跟 div 才是有共同父亲，是 body， 所以 UL 跟 P 没有任何瓜葛，没有相同父亲，所以这个不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边不受影响，原因在这个地方这个 UL，OK， 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几个选择器的部分我们介绍到这里。